豬油被列為全世界10大健康食物，聽到之後有唔有覺得驚訝呢？你贊唔贊成呢？ BBC 喺2018年嘅報道入邊，研究員對1000種食物分析佢哋對於提供人體日常營養需求嘅貢獻，就列豬油為10大健康食物，排名第8名。如果淨係攞豬油同埋其他食物油相比嘅話呢，豬油的確係一個健康嘅油喎。而我屋企最常用嘅食用油就係豬油同埋橄欖油。今日要分享4個原因，點解你要開始用豬油？第一，穩定性高。豬油嘅脂肪酸組成係43% 飽和脂肪酸、47%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同埋10%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。呢個10%包括9% 嘅 Omega 6同埋1% 嘅 Omega 3。飽和脂肪酸同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呢兩種咧係穩定嘅脂肪酸，即是話佢哋可以定高溫，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越高咧，嗰個油係越唔定得高溫。好多好高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嘅油，佢哋其實未到煙點咧就開始產生有害物質，同埋佢哋嘅氧化穩定性越低。呢啲油包括大豆油、葵花籽油、菩提子油、米糠油、菜花籽油等等。所以要揀油咧，單單睇呢點係冇用嘅，我哋都要睇下佢哋有幾多多元不飽和脂肪。唔穩定嘅油咧係非常之唔適合攞嚟煮食㗎。但係反而咧呢啲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咧就 mark 到佢哋好健康咁樣。第二就係低 Omega 6，豬油所含嘅 Omega 6淨係得9% 啫。Omega 6係一種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，過多嘅 Omega 6會令到 Omega 6同3嘅失衡，導致慢性炎症。再加上頭先我哋講到啦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嘅穩定性低，喺體內容易被氧化，又係一樣會導致慢性炎症 ，which 係現代人嘅百病之源。多啦嗰啲被推為健康嘅植物種子油啦。而家現代人嘅飲食係太多 Omega 6啦，今日大多數嘅現代病都係慢性炎症而引起嘅。Omega 6同3嘅比例咧應該係1:1或者4:1嘅範圍入邊，但係今日嘅飲食上咧係已經達到喺20:1嘅咯喎。關於點樣揀低 Omega 6嘅油，可以睇下呢條影片啦。咁第三就係高 Omega 9嘅油，豬油入邊佔最高嘅脂肪酸係油酸 Oleic acid， 係一種 Omega 9嘅油。呢種油咧有抗氧化、降低膽固醇、降血脂嘅功效喎。聽到係咪覺得好驚訝呢？豬油入邊嘅飽和脂肪又好似同呢啲功效相反喎。飽和脂肪我等一陣再講。第4個原因點解你要開始用豬油呢？就係好食同埋香滑啦。好簡單嘅豬油撈飯加1粒荷包蛋係幾香幾好食啊！如果你屋企有挑食嘅小朋友，俾佢哋豬油撈飯一定好開胃。真人真事啊！我朋友3歲嘅女呢，好挑食，所以食得好少。結果咧，日日需要飲3到4支200ml全脂奶先夠嘅喎，因為早晨食得少，所以夜晚好肚餓，夜晚瞓咗都要起身流飲奶。其實小朋友每日需要好多脂肪，專家仲建議咧5歲以下嘅小朋友唔使限制脂肪同埋膽固醇。如果你發覺到你小朋友淨係飲奶唔食飯咧，或者戒唔到夜奶咧，好大可能佢哋係唔夠脂肪。而我朋友咧就開始俾佢個女豬油撈飯，佢唔單止食得好好啦，好開胃，平時唔要食肉嘅，而家竟然主動要求要食之外，佢都唔需要再飲夜奶啦。但係點解咁多人又話豬油唔健康？因為豬油含好多飽和脂肪，會導致高膽固醇同埋心血管疾病。呢啲係一個好根深蒂固嘅錯誤觀念。呢一種假設話高飽和脂肪會提供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呢，其實喺美國同埋英國分別喺1977同埋1983年所定嘅國家膳食指南出現。呢個係根據一個充滿好多偏見同埋相關性結論嘅研究，叫 Seven Countries Study， 係由一位研究員叫 Ansel Keys 發布嘅。咁呢個研究講咩呢？呢個研究引起好多批評，因為佢專登選擇某些國家嚟證明佢嘅假設。例如咧，佢淨係揾嗰啲國家食好多飽和脂肪，同埋死於心臟病嘅死亡率高。但係咧，佢冇包括德國、瑞士、法國等嘅國家，因為呢啲國家咧，佢哋食好高飽和脂肪，但係咧，佢哋死於心臟病嘅死亡率係好低嘅。可惜嘅係，美國心臟協會 AHA 同埋幾乎全世界嘅膳食指南都冇更詳細嘅翻查，就建議大家要食少啲飽和脂肪。其實呢件事係好大鑊㗎，因為之後大學培訓出嚟嘅醫生、營養師等，就係跟住呢啲指南嚟實行佢哋嘅職業，而大部分都唔會質疑所學到嘅資料，同埋唔會考慮任何爭議。例如啦，講翻之前 BBC 宣佈豬油係10大健康食品後，好多專家唔同意嘅喎，仲話呢啲係部分錯誤同埋誤導內容。但係咧，佢哋嘅解釋講嚟講去都係話，因為美國心臟協會嘅建議話要食少啲飽和脂肪，同埋用高不飽和脂肪嘅植物油為主。淨係近呢幾十年開始，有更多報告去反駁呢啲飽和脂肪嘅指南。呢個喺2015年所出嘅評論報告講，飽和脂肪嘅飲食指南
係缺乏隨機對照實驗嘅證據，簡單講係無憑無據啦。仲強調咧呢啲膳食指南唔淨係要翻查，更加唔應該被應用。另一份報告又講咧，呢啲隨便所定嘅飽和脂肪上限，話嚟預防心血管疾病同埋降低死亡率係冇足夠嘅證據嘅。我哋真係被呃咗好多年啦！大家有冇諗過呢點？我以前都係會咁嘅喎，會刻意切走肉上邊嘅唔健康肥膏，但係咧會走出去買工業化提煉出嚟嘅健康植物油。唔知道點解嗰個時候唔會覺得奇怪喎？大自然所提供嘅油變成唔健康，反而工業所整出嚟嘅油又係健康嘅喎，完全係扭曲晒嘅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食豬油，因為佢穩定性高，低多元不飽和脂肪，高Omega 9同埋好好食啦。而心血管疾病嘅罪魁禍首係慢性炎症，唔係飽和脂肪，亦都唔係膽固醇。呢一點我講到口水乾，我都要繼續講噶啦。而你又知唔知道，因為心臟病發作而入院嘅人，每4位病人3位嘅膽固醇水平係正常嘅。想知道更多就睇睇呢個影片啦。